大家好，欢迎来到狗丁猫的频道。今天狗丁猫未知事件簿系列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隐藏在中国云南深处的惊天秘密。世界各地都有对深水位置区域探索的故事，深不见底的水域往往给人神秘莫测的感觉，让人既害怕又想去探寻。家里老人有没有和你说过这样的话，提醒你在外要注意安全？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渊，水蓝则广。在中国云南有一个神秘的湖泊抚仙湖，它完美诠释了这句话的含义。站在湖边，往后退一步就是岸边，往前走一步可能就是深渊。这不是夸张，每年都有游客因为湖底的突然断崖和深水而遇难。但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这些悲剧，而是一个更加神秘、更加令人震惊的故事，一个关于水下消失的古城的传说。故事要从1986年说起。那年8月的一个清晨，抚仙湖西岸牛磨村的渔民刘全像往常一样下湖打鱼。当他准备收网时，发现今天的渔网格外沉重，肯定是大鱼。刘全心想用力拖拽着渔网，但当网子露出水面时，刘全被吓得连连后退。网里不是鱼，而是一具遗体。更诡异的是，这具遗体没有四肢，但躯干保存得异常完好，表面包裹着一层像石灰一样坚硬的白色物质，仿佛被石化了一般。警方调查后确认，这是几十年前溺水的一位村民。专家推测，遗体沉入湖底后，湖水中的特殊矿物质与之发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了类似木乃伊的保存状态。这一事件让人想起了流传已久的传说，抚仙湖底有一座食人城，落水的人会像活人一样站立在湖底，男人面朝前，女人仰面而立，甚至有人说他们其实还活着，在水下继续生活着。在深入探讨水下古城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抚仙湖到底有多特殊。抚仙湖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境内，面积212平方公里。虽然不是中国最大的湖泊，但它却有一个惊人的记录，它是中国淡水蓄水量最大的湖泊。全国1594个淡水湖中，抚仙湖一个湖的蓄水量就占了全国的1/10。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它太深了。平均水深95.2米，最深处达到158.9米，相当于55层高楼的高度。湖底呈现3级阶梯状的断层，超过100米深的区域占了湖面面积的60%。地质学上称抚仙湖为断线湖，这里地震频发，从明代至今500年间，周边共发生过31次破坏性地震，最大震级接近8级。而抚仙湖的历史更是可以追溯到300多万年前，因此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抚仙湖水清汪汪，100米水下放金光，阿妹快看古天国，400里湖底有国王。1992年，一个名叫耿维的当地潜水专家在湖中潜水时，意外发现了改变一切的东西，大量规整的石条和明显的人工建筑痕迹。耿维震惊了，这些石块排列整齐，规模庞大，完全不像自然形成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和潜水队有多次下潜探索，甚至绘制出了水下遗迹的分布图。他们发现了石柱、台阶、圆孔，还有疑似古代建筑基座的结构。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遗迹的总面积达到了2.4平方公里，比西汉的都城规模还要大。消息传开后，震惊了整个考古界。2001年，央视和考古专家决定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水下考古直播。2001年的这次直播创造了历史，收视率一度达到36%，全国观众都在关注抚仙湖的秘密。考古人员携带着先进的水下摄像设备，准备为全国观众揭开这的千年谜团。直播进行得非常顺利，
观众们通过屏幕看到了水下的神秘建筑。但是在直播进行到168分钟时，信号突然中断了，技术人员紧急检查设备，但信号再也没有恢复。直播就这样戛然而止，留下了无数疑问：信号为什么会突然中断？是设备故障还是另有原因？这的问题至今没有官方的明确答案，各种猜测和传言开始流传。有人说是因为专家们在水下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单纯的技术故障。但无论如何，从那之后，抚仙湖的水下考古就陷入了相对的停滞。虽然直播中断了，但考古工作并没有完全停止。专家们确实打捞出了一些珍贵的石块，其中包括雕刻有精美龙纹的石板，以及镶嵌在石缝里的贝壳化石。碳14检测显示，这些文物的年代至少有1750年，也就是说，这座水下古城至少在1750年前就已经沉入了湖底。但更令专家们困惑的是石块上那些神秘的符号，有的石头上刻着类似太阳的符号，有4条或7条光芒放射出来，有的石头上出现了0和1的符号，甚至还有类似字母 Y 的形状。最诡异的是那些石雕面具，平脸凹牙，看起来根本不像人类的样子。专家们至今无法确定这些符号的真正含义。2006年，第2次大规模科考又有了新发现，一座规模更大的水下祭坛，面积约3000平方米，边长90米，高19米，共有5级台阶，周围还分布着10多个建筑遗迹。这座建筑的复杂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埃及的金字塔。面对这些发现，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各种推测。有人认为这里是神秘的古滇国都城。古滇国是战国至汉代存在于云南地区的一个古国，在史书中记载很少，充满神秘色彩。也有人认为这里是唐代消失的鱼源古城，因为某种地质灾害而沉入湖底。还有学者提出，这些建筑可能与古代的天文观测和宗教仪式有关。那些神秘的太阳符号可能记录着古人对天象的观察，甚至有人相信这里就是通往地心世界的入口，是某个未知文明留下的遗迹。时间来到2020年，一位王先生在抚仙湖潜水时拍下了一张疑似人影的照片，发到微博上后，话题再次冲上热搜。虽然王先生后来解释那只是鱼群或者潜水设备造成的光影效果，但这件事再次点燃了人们对抚仙湖的好奇心。近年来，利用更先进的声纳技术和水下机器人，科学家们对抚仙湖底进行了更详细的探测。他们发现水下建筑群的规模可能比之前估计的还要大。最新的探测数据显示，整个水下遗迹可能覆盖了湖底的大部分区域。这座水下古城的规模可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趣的是，抚仙湖并不是世界上唯一发现水下金字塔的地方。有研究者声称，在太平洋深处也发现了巨大的金字塔状结构，并且伴随着一条长长的痕迹，仿佛是某种人造建筑留下的轨迹。更让人好奇的是 ，Google Earth 上的某些海底区域被刻意模糊处理，这让人不禁怀疑，是否还有更多的秘密被隐藏着。从地中海的海底遗迹，到加勒比海的水下建筑，再到我们的抚仙湖，似乎全球都存在着这样的神秘水下文明痕迹。面对这些神秘现象，科学界的态度相对谨慎。地质学家认为，许多所谓的人工建筑可能只是特殊地质条件下形成的自然构造。抚仙湖底的断层结构确实容易形成规整的石块排列，但考古学家们则坚持那些精美的雕刻和复杂的建筑结构绝对不是自然力量能够创造的。而在民间，关于抚仙湖的传说从未停止。当地人相信，晴天时从山上俯瞰，真的能看到湖底城市的轮廓，
还有人声称在水下潜泳时看到过像木乃伊一样的神秘身影。当然，网络上流传的许多水下古城照片已经被证实是 AI 合成的，但这并不能否定抚仙湖确实存在着某些未解之谜。抛开各种猜测和传说，我们来看看抚仙湖的一些客观事实。这的湖确实深得令人敬畏，158.9米的最深处在淡水湖中极其罕见。在这样的深度下，光线无法到达，水压巨大，确实是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湖水因深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从浅蓝到深蓝，再到几乎黑色。这种自然现象本身就足够神秘。这里活跃的地质活动，300万年的历史，31次破坏性地震，都说明这片区域经历了剧烈的地质变迁。在这样的变迁中，确实可能埋藏着人类文明的遗迹。今天对抚仙湖的探索仍在继续。新一代的考古学家们带着更先进的设备、更开放的思维，继续寻找着答案。水下机器人可以到达人类无法到达的深度，高清摄像头能够记录下每一个细节。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能够完全揭开这的千年之谜。同时，新一代的潜水爱好者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着抚仙湖的秘密。他们的每一次下潜都可能带来新的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更多可能性。DNA 检测、同位素分析、3D 建模、人工智能图像识别，这些技术都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神秘的遗迹。无论抚仙湖底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的美丽而神秘的湖泊仍然有太多未知等待我们去发现。也许那里真的有一座失落的古城，记录着某个被遗忘的文明。也许那些只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被雕琢成了艺术品。但无论真相如何，人类对未知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永远不会停止。这也许就是抚仙湖最大的魅力所在，它让我们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敬畏和好奇。科学家们说，抚仙湖就像是中国版的百慕大，隐藏着地质、考古和生物的多重秘密。而当地人说的更简单，抚仙湖太深了，太神秘了。朋友们，关于抚仙湖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这的神秘的湖泊还有很多秘密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如果你对这样的未解之谜感兴趣，记得点赞、订阅狗丁猫，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我是狗丁猫，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